各位好啊，欢迎收看周末倒计时，我是蝙蝠云。今天咱们延续马飞的漫画线。众所周知，马飞这个漫画线，他逮俩玩意就不撒手啊，不是黑暗骑士归来就是缄默，要不就是异色的黑暗骑士归来和异色的缄默。薅了好几年，终于开发新题材了，选题是骑士陨落。骑士陨落之前算不上什么热门题材，结果这一个出都跟着出。包装延续了系列的一贯设计，简单的峰会加大窗，由黑至红的渐变色和漫画的 logo， 盒背也是非常常规的官图堆砌。从包装的美术设计到配色，基本没什么针对 IP 漫画的辨识度。形象出处骑士陨落，这是个1993年开始连载的故事线，涵盖骑士陨落、骑士任务和骑士终结，连载时间超过1年半，篇幅也相当长。整个故事线上1000页，如果包含其中各种故事的引子和支线，那篇幅还要更长。骑士陨落故事在连载之后多次重印，不过始终都没有完整出版过，一般都是讲到蝙蝠侠被贝恩重伤，让保罗接替衣钵并击败贝恩就结束了。因为骑士任务里索引故事的情节到2017年才被完整的收集起来。以骑士陨落版蝙蝠侠为主题制作玩具，这个选题应该讲是比较尴尬的，无比好做又十分难做，因为是主世界形象嘛，任意的素体套皮重涂都可以当作是骑士陨落，只要不素体太离谱，那人不人鬼鬼的就行。但是这样造型的难点就是它很难做出辨识度，奔着这个名著形象去买的玩具，但是完全没有原作的共鸣，也非常容易成为这个题材的死穴。马飞这个骑士陨落呢，它就很难一句话去概括。开盒直接摆在这儿，非常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讲，还算挺工整的。应该讲这得益于产品的素体框架，那就得说虽然从题材上它终于不是缄默或者是换色的缄默了，但是从产品的表现上它基本就是个换色的缄默。素体来讲它几乎就是缄默的微调，四肢的大部分位置都是铜模，只在躯干有形态上的调整，把这腰身拉长了一块，做成了这种3排腹肌的效果，想用来抓取原作骑士陨落那个蝙蝠侠腰身较长的特征。那要说这个身形对于骑士陨落蝙蝠侠的还原度高不高，咱们还得说回骑士陨落漫画，因为这部故事的篇幅巨长，且包含多个故事线，所以自然而然的不是一个画师从头画到尾的，有多个画师接手不同的故事线，甚至有的一个故事线里也换过画师。所以说咱们在对比的时候，一般都会去比对骑士陨落时间线里和贝恩博弈最后被击伤的这段的造型。这一段的造型呢，可以分为2个形象，一是特写形象，二是常规形象。这个特写形象里人物极其强壮，非特写形象里维度偏小，身形更修长一些。马飞这个明显跟特写形象是搭不上的，但是跟常规形象比还能搭上点关系，这还真得说得益于缄默素体的框架和它重置的这个躯干。不论是特写形象还是非特写形象，骑士陨落版蝙蝠侠它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肌肉分离度，身上的肌肉线条极其鲜明，所以马飞这套的呈现呢就好歹有一眼。虽然说它素体的维度也不算大，但是它这个素体上本身刻画这种鲜明的线条，就让它有一定原作的表现，没有那种线条又少身形又修长，就显得这个人瘦的像撑不起来衣服似的。而且这一版的调色还算不错，它是由一个较纯的蓝色撞一个很深的灰色，也由这个深灰色去压住这个相对跳脱的蓝，让这个蓝调和这个黑灰有一种很肃杀的感觉，这个也是比较接近原著的。但是马飞这个一样有体型上的毛病，骑士陨落的身形是很修长，不过现在大家这几家做这个骑士陨落呀，就光讲究长了，它是健壮且修长。那人物怎么体现修长啊？修长的四肢，修长的躯干，那怎么体现健壮啊？应该有一个能够镇住整个身体维度的点，一般来讲会从这个人物的胸和肩去找补。所以你看原著骑士陨落的蝙蝠侠，它有各式各样的形态，包括这个故事线里还有一些作画比较崩坏的镜头，就即使崩他都会考虑在作画的时候强调人物特征，有一个镇住形体的宽厚躯干。马飞这个呢，相比之下除了长和肌肉的分离度之外，它的维度偏弱。你看这小肩膀还没有手臂宽呢，胸其实还挺宽，但是它很薄，没有那种厚实的力量感。同时它这个胸部的切位也延续了缄默的设计，就是胸间的结构切位特别大，把整个胸尤其是上胸位置基本上是砍掉一大半。但是缄默不受影响，因为它的披风是挡住这个位置的，所以呈现起来就是一个宽阔的胸膛。但是骑士陨落这个它的披风不是这样设计的，这2块一切
即使说有一个防穿帮的位置，但是这个落差还是会弱化一定胸肌的呈现效果，让这个胸在表现上就显得小了，也窄了，形体上也就单薄了。头雕像不像，咱也得梳理一下原作形象。原作里也是特写形象和非特写形象，头雕正好是两个倾向。特写形象里圆本的头偏短，有屁股下巴的这个特征；非特写形象是个长方脸，线条上很方正。马飞这版的小外轮廓和五官结构上，它还真比较接近非特写形象，长脸、长方下巴、三角眼。但是细节的加入，让这头雕跟原作几乎是一毛钱关系没有了。大家回忆一下缄默的头雕，这个头可以说跟缄默刻画的笔触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你能感觉到啊，这个头雕跟缄默的轮廓虽然不一样，但是是在缄默那个建模的基础上改出来的。它甚至保留了缄默那个面罩上人耳轮廓的细节，这个应该算缄默的一个半特征形象，在这之前的蝙蝠侠很少有，而且放在这儿呢显得也并不合适，一下就跑题了。另一方面，缄默加入的一些繁多臃肿的细节，这块一个也没少，诸如眉骨的走势，制作之后非得加这种凝眉的效果，原著里比较干练线条的下巴和嘴，这种一笔勾的感觉，做完这个嘴非得给你做个厚嘴唇子还往下翻，这个下巴干练的线条非得给你做一个肿一块的感觉，尤其一低头你看见吧，跟他之前做的缄默感觉一模一样。不还原的同时，他也谈不上美观。头雕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涂装的表现上，这次蝙蝠侠的蓝色是比较正比较浅的这种类型，它不像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和白色能有非常好的对比，因为缺少一定的对比色，所以这个头雕的颜色加上这个白色的眼睛，就显得没有层次，很死板。虽然有这么突出的高眉骨、大下巴和厚嘴唇子，但还是觉得这个头的表现不够立体，所以这个头雕它非常应该加阴影色，给人物画个黑眼圈，面部勾几笔黑色之类的。它不仅会让面部的层次感更强，而且这也是骑士陨落原作作画的一个特征，非常鲜明的阴影色，也能一定程度上的减弱这个头雕表现上偏题过远的这一问题。那有同学问了，肯定不能这么做呀，那光脸上有阴影多怪呀？那实际正好相反，你看他这作品啊，肩部是有阴影的，防穿帮位是有阴影的，臂甲是有阴影的，手型是有阴影的，腿是有阴影的，鞋上是有阴影的。他妈除了头雕是哪儿都做了。选择题10个选项，把9个都填答题卡上了，留下唯一一个是正确答案，高啊！所以整个造型的还原度和对于原作的共鸣来讲，某些方向是大差不差的，某些方向又是一团浆糊。不过这里咱们要阐述这个产品的第二个提点，就是马飞因为沿用了缄默的素体和缄默水平的头雕，就让这个产品在某些程度上挺跑题的。所以马飞在这个作品上比较有巧思的是在还原共鸣不够完善的基础上，想要去尝试拔高这个作品的风格化，去更多的表现这个作品里的异化造型。第一个点就得说他默认的这个披风形象是一个比较异化的造型，不用怀疑，虽然说做的很像，但是他跟让保罗·瓦雷、死亡天使都没关系。他大概是想表现这么一个形象，披风堆叠，肩头掀起2个角来。上世纪尤其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用这种披风造型去表现蝙蝠侠的气势，这一类的作画比比皆是，也并不是咱们今天所谓的托马斯·韦恩版蝙蝠侠的专属，非常常见的形象，也很适合放在玩具里。马飞这一配件的思路非常棒，呈现非常垃圾。简单来说就是建模太水了，这个披风堆叠向后翻来折起的这个披风角，它完全不自然，尤其是这2个角，它甚至没有一点衣物的走势，看起来像钢的似的，而且这2个角也做得过窄了，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角度，也更宽的延伸，这个位置才能让它有一种厚重尖锐的感觉。要不有同学发私信问我说，这跟死亡天使啥关系？这有啥关系？纯瞎他妈做导致的关系。咱们之前讲过的致命玩笑蝙蝠侠，他的画师布莱恩·伯兰德就经常去呈现这样的披风，那个致命玩笑的蝙蝠侠也有这样的表现，那个走势效果稍微做夸张一点就对了。还有这2个东西，它作为披风的锐角，它应该是修饰肩膀表现披风的，为什么让人感觉它像2个尖锐的肩甲？因为它不跟披风和肩头起联系啊，这个在建模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考虑，它就这样支棱八翘的横在这儿，那能对吗？你想在建模的时候，如果把它俩向下压，让它贴在你的肩头上，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这是表现人物气势的披风的一部分了。这次披风不仅制作，它的设计也基本延续了咱们讲过的马飞死亡天使，
它做了这种堆叠烫熨的分层之后，像一个窗户帘子一样挂在披风的尖头位置。披风的预设分层表现是不错的，它这种层层堆叠，几股竖铁丝去塑形，让这个披风即使有极大的尺寸，还是能在归位的时候有它应有的基础造型，张开一展的时候也有足够的气势。但是也因为是窗户帘子的设计，这一版披风是没有办法像缄默那样把它拉到前面来去挡住胸前的切位的。这次的作品它有双披风，这个披风是可以拆卸的，披风的卡位分别在胸前和背后2个口，这是个非常舒心的设计啊。之前的每一版蝙蝠侠，不论是缄默呀还是黑暗骑士归来，都应该做这个设计。马飞这个披风它本来就是2合面的，上面这块胶的，下边这块布的，再拿布去粘这个胶料，而且布料本身又没法做胶水位，各个产品的品控都啥也不是，整里出外进的，玩家想自己调整也得要点本事。你看这个就舒适的多了。这个披风2可以顺应更常态化的造型，让这个作品更接近是常规的蝙蝠侠形象。披风的设计和之前那版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感觉，只不过是上面把那俩角抹了，依然是大方向的表现效果工整。但是披风上沿的交位，它和肩膀依然是分家的，虽然在线条上可以有一定的着补，但是非特定造型上还是能看到一目了然的大落差。所以这个常态化的披风它没必要执着这个胶质肩膀的尺寸，它不像带尖角那个，它只能通过这个去塑形。这个呢实际上把这2块都抹掉，从这儿开始延伸就够了，剩下这个位置直接就贴布，拿这布还能挡一挡前面，表现的效果会更好，也会更自由。现在它穿帮，而且因为和之前的那个尖角披风是一样的问题，没有办法背到前面来，所以正面这个切位依然是无法遮挡。这次的作品它是没有常态化的替换头雕的，头雕也是强调它风格化的。不过能感觉到啊，这个头雕是没有办法独立出现的，它跟本体的这个感觉不是很搭，看着画风不是很统一，所以需要借由这版披风去完成顺配这个头雕的造型。相当于这个披风还有第2个形态，因为这个像拉窗帘一样的披风嘛，它非常能藏料，实际上尺寸非常大，它可以把这披风拽到前面来，包裹住人物的手臂。这一披风加上这一头雕想表达的造型，明显已经超出骑士陨落的刊物内了。这应该是骑士终局的某一期变体封面，画师是凯利琼斯，画血雨那个，依然是想法和思路非常好。而且借由这个披风它特别能藏料，把它抻出来拉到前面去，并且这个披风的塑形位几边的这个铁丝正好可以顺应它蜿蜒的铺在手臂上的这个效果，依然是好点子，但是玩具的呈现上谈不上好。骑士陨落蝙蝠侠这个常态的调色算得上是比较沉稳，不过这个颜色放到凯利琼斯这一造型的身上就显得跳脱了。这个吸血鬼一样的造型还得像原著一样去老黑的，才能更有压迫感。而且因为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呈现的这个造型，凯利琼斯画人的那个画风以及他表现肌肉线条的这个爆发力，这个作品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一旦出这个造型，它就只能是半拉玩具出，不能露腿。一露腿，这个躯干和腿的这个表现就让整体显得单薄了，没有擎住这个非常有张力的造型。这个披风还真有第3版，应该叫披风托。蝙蝠侠在救人的时候把自己这个披风给摘了，也是比较有特征的风格化造型。但是这个造型呢，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素体啊，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高可动的特型素体，它肩部这个位置几乎是不允许它露出来。你看现在这一摆，人物要是挡上上胸以上吧还可以，但是一露出来，上胸到斜方到颈的走势根本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造型应该讲它就没有完成。不过这一形态也有延伸，有一个对应的头雕，在原始头雕的基础上加了呼吸器，用于表现原作里蝙蝠侠潜水的形象。也借由这个造型，我们看一眼关节，其实可看的也不多了，基本是缄默素体的框架嘛。上半身借由这个胸部的大切位，所以肩胸的联动比较突出，不论是上耸肩或是前耸肩还是后锁肩，都会相比常规素体有一定的提升。手臂诸如常规的前抬、回旋、平转，肘部的双关节，腕部的球形关节，胸腰部的切位，腰部是做了一些防穿帮的延伸位，但是胸关节完全没有。这种弯腰尚可，但是挺胸有非常明显的穿帮，而且基本上是一变位就穿帮。胯部拉伸和归位嵌套很工整，前侧踢、屈膝和脚踝的球关节以及前踏，素体的关节设计没有太多大问题。最突出的特殊设计，胸部的2个大切位，它非常需要披风去修饰，这个作品显然是没有做到。还有个配件绳索，
里面植了铁丝儿，可以配合人物做抛绳的造型，也算是一个偏风格化的配件。这套里的配件也基本没有常规道具，像什么蝙蝠镖之类的都没有，相当于是把风格化进行到底了。马飞的《骑士陨落蝙蝠侠》这个作品严格来说也算半重涂品，基本是缄默框架的复用，选择这么一个不太好做出辨识度的标准形象，另辟蹊径的让这个作品更具风格化，且多披风多头雕的组合可以延伸出更多造型，或者通过一个配件的设计去让它适配第二、第三造型，让整个产品在表现上更多元，让产品的互动体验也比较丰富。应该讲从思路上来说是很好的，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产品如此多的造型没有主次，没有哪个形象称得上是完成度颇高，各种形象都缺乏更深的刻画，摆出各式各样的亮眼造型都只能通过大披风的造型去找补，缺少一个主呈现点，也相对的缺少原作共鸣。作为一个名著衍生玩具来讲，它只能算是勉强及格。这种强调多样差异化的设计思路可以延续，值得在其他作品上再做尝试。好了，那咱们这期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